我是买房经纪。哎，王总啊，这几个房子我都看了，都要抢 offer，不太行啊！抢的是吃亏，抢的是上当啊，抢的是把人家的轿子抬向上对我要不然咱看看旁边的几个，那几个都不抢，说不定还能往下滑点，好吧？OK。当我是卖房经纪。对，今天晚上7点，收到多少个 offer 了？我们现在有45个 offer， 如果加价加不到25%，还带条件，就不用来凑热闹了啊！如果您和您的客户感兴趣，可要抓紧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最近一个房子收到了38个 offer 的文章，在小红书上刷屏了，总价最后卖超了原价50万，来到了接近200万的价格。关于抢 offer， 我对它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当我代表卖家的时候，我总是想尽各种办法，让这个房子能抢 offer 就尽量抢 offer。当我代表买家的时候，又对抢 offer 唯恐避之不及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本期视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抢 offer 的那些事。什么是抢 offer？ 为什么要抢 offer？ 现在的市场真的又回到抢 offer 的时代了吗？首先，卖家卖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卖一个好价格。卖房子的时候定价一般有2种策略，也是我自己总结的， High Method 和 Low Method。 卖一个100万的房子，不会有人真的就正好挂100万的，大家都会稍微讨价还价一下，所以一般会挂105万或者109万这样的价格，等买家来划价。如果划价力度不够，只划到103万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赚了，比我们的心理预期多卖了3万。挂比心理预期高的价格来卖，我一般称之为高价卖房法 High Method。 如果不想给房价盖个帽，预设一个最高价，我们也可以不设定最高价，让买家互相竞争来决定这个房子应该卖多少钱。还是刚才的情况，100万的房子我们可以定价79.9万，然后让买家来抢 offer 竞价，最后如果抢价抢到了105万，也超过了我们的心理预期，这个时候卖家也赚了。尤其是在房市特别好的情况下，卖方用抢 offer 的方法通常都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这种方法我一般称之为 low method， 挂低价卖房法，也就是俗称的抢 offer。 经济学和数学上做过推演，无论用上面哪一种方式卖房子，最后卖到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。可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总感觉抢 offer 好像卖到的价格会比较高呢？甚至抢不抢，几个人抢都会对最后的价格产生影响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在我看来就一个原因，因为人不是机器，人有复杂的感情，也会左右自己的判断。这个因素对买家和买家经济来说都是成立的。对于买家来说，如果没得选，自己看上的房子全要抢 offer， 那么只能硬着头皮上，尽量想办法去抢一个合理价格范围内的价格。如果还是抢不到，那可以上网去骂土豆。买家在面临37个 offer 竞争的时候，遇到心仪的房子，一定会想尽办法出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最高的价格，来想办法赢下这场拍卖。紧张、刺激、压力之下，很有可能会出一个比自己之前预设的最高价还要高的价格，很像我们双11的时候抢货最后剁手的感觉。对于买方经济来说，这个时候其实会经常遇到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问题，也就是利益冲突。买家总想省点钱，少出一点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而买家经济如果不push自己的买家加价，经常就会买不上房子，导致自己这一单白干。想想我一年做2.2单之巨呢，不使劲让买家加价，真的对不起我的油钱呢。让我简单的想108个理由，让买家小小的加个50万把它买下来吧。我身边不乏各种案例，都是买家最后抢 offer 抢上头了，出了比自己心理预期高10%甚至20%的价格买了一个房子。相信这其中也少不了买家经济在里面推波助澜。对于卖家来说，抢 offer 可以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失。我想卖100万，最后只抢到98万，我一定要卖吗？不一定。甚至 offer 抢到500万，我也有权利说我不卖了。在签合同之前，卖家总是可以反悔的。这意味着卖家在抢 offer 这个游戏中是立于不败之地的，而买家只要参与了抢 offer， 只有跟卖家打平的机会，没有赢的机会。打平是买家刚好猜到了卖家心里能接受的最低价位是100万，同时自己也只加到了100万，没有冲动，同时没有二愣子加到200万跟我们竞争。在这样多的因素下，才正好造成了买家和卖家打平的一种情况。
现实中买房经济劝你加到100万就不要再加了的人是凤毛麟角，更多的则是希望劝你加到105万、110万来增大自己赚到这一单钱的人。我经常说，买卖房子并不是买家和卖家双方的博弈，而是买家、卖家和经纪人三方的博弈。在抢 offer 这个游戏中，买家经济可以说不知不觉就被卖方拉到了对面去做了买家的反贼。这就是为什么卖家喜欢卖房子的时候安排抢 offer 了，把心理学拿捏得死死的。再说回我对抢 offer 的又爱又恨，我自己买房子从来不抢 offer， 我买了几十套物业，没有一套是抢 offer 买下来的，包括我的自住房也不是抢 offer 买的。职业生涯至今做了接近1000单生意，这其中带客户抢 offer 买到房子的次数可以说是屈指可数，不出意外是少于5次的。很多人跟我买了7、8次房，也从来没有跟我抢过 offer， 同时有不下100次劝退了客户抢 offer 的冲动，带他们去买了不抢 offer 的物业。对于大多数经纪人，当你面对客户劝说应该少出点，不要出多了的道德要求和劝客户加5万块钱我就赚到这单钱了的现实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所以抢 offer 这个游戏，买家不抢为赢，尽量躲着抢 offer 走，实在躲不过，一定要先告诉自己最高出到多少钱，打死也不要出超了这个数字，不管你的买家经纪人怎么劝你。相反，我卖房子的时候，为了帮客户卖到最高价，除了一些天残地缺不适合抢 offer 的房子，其他的都是能安排抢 offer尽量安排抢 offer。这是人格分裂吗？不，这叫 fiduciary duty 职业道德，各为其主。就比如最近我卖掉的 Young Eglinton 的一个小户型，抢完 offer 加价 12%， 来到了尺均价1200一尺，比我推荐买的楼花转让新房价格上限1100还要多一些。再比如去年卖掉的5859 Riverside， 房东只想要240万，经过我努力抢 offer 一番操作，卖到了265万。再比如算了，例子太多不举了，当我没说。所以抢 offer 是卖家的障眼法，买家经济的照妖镜，买家心态的试金石。正确做法是，你不抢我不抢，卖家好好想一想；你不去我不去，变态价格咱婉拒；你不要我不要，对面心态搞崩掉。现在的市场远没有回到卖方市场，只是在由买方市场向均衡市场过渡，不要上头。人咬狗是新闻，狗咬人不是新闻，所以这样1、2个抢 offer 抢的比较多的才会被大家各个地方疯传，其实依然是市场中的少数。市场中还有很多房子是抢了 offer 没抢下来的，以及不抢 offer 也挂着卖，卖不掉了。在买方市场环境下，无论是买自住房还是投资房，都是不抢 offer 为赢，能不抢尽量不抢。如果遇到真的要抢的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谨守自己的底线，不要加多了。当然，如果大家想在困境中把自己的房子卖个好价格，欢迎这边联系我，让 Norman 帮你抢起来。如果你想在市场中找到合适的不抢 offer 的捡漏的房子，也欢迎这边联系我，加入 Norman 的捡漏大军，保证不带你去抢 offer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